1939年，15万大军在昆仑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成功击毙了日军21旅团团长中村正雄。这场战斗不仅使日军溃不成军，甚至迫使他们只能靠生吃树皮、苟延残喘。那么，为何双方军队会在昆仑关展开如此激烈的较量？在这场血战中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使得日军不仅抱头鼠窜，还出现了切腹自尽的极端情况？本期视频将为大家详细解读1939年昆仑关血战的全过程，以及这场战役对战局的深远影响。在1939年，随着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，正面战场的战事变得日益焦灼。此时，日军发现中国的国际援助通道主要依赖西南地区的几条公路，如滇缅公路和滇越公路。因此，日军决定将目标转向军事防御相对薄弱的广西，以封锁中国的外部援助通道，并切断对中国战场的支持。1939年11月13日，日军在广西地区发动突袭，利用当地兵力稀薄的优势，迅速进攻。日军不仅突袭了钦州湾，还从3个方向包围了南宁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，南宁于11月24日沦陷。这一胜利使得日军势如破竹，继续向桂南要隘进发。随着战局的发展，日军于12月4日成功占领了昆仑关，这一战略要地成为了双方对峙的焦点。中国军队在昆仑关地区展开了坚决的抵抗，试图阻止日军进一步南侵。蒋介石在听闻昆仑关被占领的消息后，勃然大怒，他坚决不愿意让日军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，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应对。为了扭转局势，蒋介石迅速召开了军事会议，任命了白崇禧为指挥官，同时将李济深和陈诚任命为监军，负责督战。蒋介石下令广西部队迅速集结，准备在桂南地区发动会战，全力以赴收复南宁，以挽回战局的颓势。在接到蒋介石的任命后，白崇禧迅速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。他的策略是利用日军在广西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时机，给敌人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。白崇禧计划先行收复昆仑关，然后再发起攻势夺回南宁。这个计划的核心在于迅速而有效地打击敌人，以争取战局的主动权。然而，这场战役对中国军队来说充满了挑战。敌方所面对的是日军第50团，这支部队以钢军著称，战斗力极为强悍。日军不仅派出了精锐的42联队等尖子队伍驻守昆仑关，还装备了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，使得这场战斗注定是一场血腥的较量。尽管面临这样的敌人，中国军队也不是无懈可击的。主攻部队第5军被誉为中国第1支机械化部队，战斗力极为强劲。白崇禧知道，这场战斗的成败将直接影响到南宁的夺回和整个战局的走向，因此他必须全方位地考虑作战方案，确保昆仑关的战斗取得胜利。在12月上旬，白崇禧将集结在宾阳地区的中国军队分成了3个主要部分。主力部队由杜聿明指挥的第5军负责，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击昆仑关，与敌人展开决战。第5军作为主攻部队，不仅配备了精锐的兵员和装备，还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，是此次战役的关键力量。为了确保昆仑关战役的胜利，白崇禧还将剩余的2部分军队分别编为东路部队和西路部队。这2部分部队的任务是进行突袭和扰乱敌人的行动，阻击日军的援助部队，从而减轻主攻部队的压力，创造有利的战斗条件。这种多方位的战术安排旨在打乱敌人的部署，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。12月10日，杜聿明在千江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，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，同时激励士气。这次会议不仅关乎战略部署，更是为了鼓舞部队的斗志，增强大家的信心。第5军下辖的200师、荣誉1师等部队士气高昂，充满了坚定的决心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。在会议上，杜聿明详细阐述了战役的战略目标和战术安排，他强调了昆仑关作为关键战略要地的重要性，并明确了各部队的任务和行动步骤。他的讲话充满了激励，激发了全体将士的战斗热情。大家纷纷表示将全力以赴，不惜一切代价收复昆仑关，为国家赢得这场重要的胜利。12月15日，随着白崇禧下达1号作战命令，杜聿明和他的部队开始了最后的准备工作。命令的下达标志着战斗的正式开始，也意味着昆仑关战役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。杜聿明与各位军官一道，郑重宣誓必定要收复昆仑关。
他们承诺将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迎接即将到来的血战。12月18日，随着红日渐升，拂晓时分，杜聿明一声令下，昆仑关战役正式打响。坦克的轰隆声和炮火的轰鸣彻底惊醒了昆仑关内的日军。这次突然袭击让日军措手不及，在第5军的炮火攻势下，日军未能抢占到先机，只得将部队撤离边缘地带，向核心部分收拢，试图稳住防线。第5军趁胜追击，迅速占领了仙女山、老毛岭等重要地域。随着军队的推进，第5军继续攻占了罗塘、同兴等西北方向的高地，势如破竹，推进迅速。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让日军不得不急忙求援，向南宁的第5师团请求增援。然而，第5军并未给予敌人援军到达战场的机会，而是加紧攻势，确保了战局的有利局面。与此同时，由邱清泉率领的第22师在昆仑关南部的六塘地区早已埋伏好。当日军的援助部队第21联队经过此地时，邱清泉率领的部队立即发起了猛烈的袭击，敌人被打得抱头鼠窜，溃不成军。尽管如此，杜聿明并没有松懈，他知道下一步的战斗才是关键。他决定将攻击的重点放在地势险峻的昆仑关东北战略要点653高地。653高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日军自然也意识到这块高地的战略价值。杜聿明将攻克此地的任务交给了郑洞国指挥的荣誉一师。653高地的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，中国军队经过多次冲锋，依然未能突破防线。最终，战斗进入了白刃战阶段，使用了拼刺刀和手雷等突击手段。尽管付出了惨烈的代价，荣誉一师最终成功占领了653高地，为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。然而，尽管第5军总体上处于优势地位，日军21旅团的增援部队也开始向一些阵地发起反攻。这时，邱清泉和第22师正与六塘阵地的日军进行苦战，局势一度陷入焦灼状态。面对昆仑关战役的复杂局面，杜聿明意识到现有的战略部署已无法适应战场上的变化。由于荣誉一师虽在两翼有效地牵制了日军，但第5军下属的200师在攻占昆仑关时遇到了巨大的阻力，几次进攻未果，不得不暂时撤退。日军在城门处布置了大量火炮，使得中国的坦克和装甲车难以发挥作用，进攻难度加大。日军第5师团团长金村均在得知六塘无法推进的情况后，立即派遣21旅团长中村正雄前往支援昆仑关。中村正雄带领的21旅团主力到达后，迅速展开攻势，将原本已经疲惫不堪的中国军队逼入了更加困境。由于第5军的伤亡惨重，原本坚守的阵地在短时间内陷入了危机。为了应对这一困境，杜聿明决定让西路的92师紧急出动，前往援助邱清泉指挥的西22师。92师的增援及时到达后，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，中国军队终于成功夺回了失地，并将日军的援军阻击在六塘和七塘。虽然短时间内稳定了战局，但双方的战斗仍然焦灼，进展缓慢。12月23日，战局依然没有显著突破。昆仑关的特殊地形让战线绵延将近10公里，这不仅导致了兵力的分散和火力的不足，也让各部队之间的协调变得困难。持续的伤亡让第5军的士气和体力都大幅下降。杜聿明在看到这一情况后，迅速做出了调整。他决定让荣誉一师和200师之间加强配合，重新制定作战计划，以包围姿态重新建立火力攻势，力求通过加强协同作战来打破僵局。他希望通过这一调整，能够对当前的焦灼状态进行缓解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日军在此时又派出了新的增援部队，包括台湾混成旅团和吉川支队等。这些新兵力的加入，使得战事再度陷入焦灼状态。中国军队在新的压力下，形势变得更加严峻。原本已经疲惫的部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。日军派遣的增援部队使昆仑关战场再度陷入焦灼，局势变得更加复杂。在此艰难时刻，杜聿明正紧张地策划新的作战方式，以突破僵局。然而，1939年12月24日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改变了战局的走向，成为中国军队重新掌控优势的关键。当天，日军第5师团的指挥官中村正雄接到师团长要继续增援昆仑关的命令，决定通过枯桃岭公路进行快速增援。然而，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中国早已布下了伏兵。
中村正雄率领的部队在穿越枯桃岭公路时，被荣誉一师的2个团伏击，战斗异常激烈。中村正雄本人在战斗中重伤，次日因伤势过重而死亡。中村正雄的死讯对日军士气造成了严重打击，部队士气开始溃散，指挥体系也受到严重影响。此时，中国重拾信心，战局出现了转机。杜聿明迅速调整作战部署，决定让新22师的一个团协助92师阻击日军，并将其作为第5军的总预备队。此举旨在彻底切断日军的粮草补给，确保他们无法从外部获得支持。12月26日，第5军准备以200师为主攻部队，新22师为预备队，重炮团为掩护，发起对昆仑关周边日军据点的新一轮攻击。这一轮攻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，旨在彻底击溃日军的防线。经过长达3天3夜的激烈战斗，第200师凭借强大的攻势和顽强的意志，成功占领了昆仑关的西北高地。这一胜利不仅断绝了日军的补给线，还使得日军在昆仑关的战斗力大幅削弱。没有了粮食补给，日军只能靠啃树皮维持基本生存，士气低落，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。在昆仑关战役的关键时刻，杜聿明决定将新22师作为主攻部队，准备进行最后的总攻。12月29日，这一天注定成为历史的转折点。当天清晨，第5军派遣了突击队，首先对昆仑关发起强攻。战斗打响的瞬间，硝烟弥漫，炮火轰鸣。突击队的英勇冲锋和顽强拼搏，为主攻部队创造了有利的战斗条件。接着，第5军与日军第5师团展开了激烈的拼杀搏斗，双方在昆仑关周围展开了惨烈的对决。战场上，步枪声、炮声交织在一起，战斗的残酷和激烈程度达到极致。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，终于在12月29日时3时，第5军成功收复了昆仑关。这一胜利不仅恢复了中国对昆仑关的控制，也使得日军的防线大幅度崩溃。昆仑关的收复标志着战局的重大转折。日军42联队的残部因武士道精神的影响，选择了剖腹自尽，以表其对失败的绝望和坚守的决心。而那些增援的日军在意识到进攻无望后，迅速选择撤退，方向是九塘。在九塘，残余的日军已经士气溃散，在第5军的强势进攻下，他们几乎没有抵抗能力，只能抱头鼠窜，狼狈不堪。经过数个日夜的拼死奋战，第5军成功的在昆仑关战役中取得了全面胜利。这场战役不仅使日军在昆仑关遭遇了重大损失，还让他们的补给线完全断绝，迫使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中饥饿和绝望。战后统计显示，第5军在昆仑关战役中歼灭了日军5000余人，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参与战役的中国共有15万名士兵，他们在这场血腥的战斗中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顽强的战斗精神。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是对日军的重创，也是对中国抗战信心的极大鼓舞。